他亲手杀死情夫和2个儿子，当众讲黄段子，却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础。电视剧《芈月传》的热播，让我们了解了秦国宣太后的一生。但是在这部电视剧中，有很多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地方。宣太后确实是一个政治强人，不过她的一生可远远没有电视剧中展现的那样美好。相反的，她在嫁到秦国之后就非常的有心机。芈八子本来身份较低，她的儿子嬴稷根本没有机会继承秦国的王位。但因为秦武王嬴荡在洛阳举鼎身亡，宣太后和他的儿子嬴稷的机会就来了。宣太后回到朝中主持大局，一举扫灭了反对自己主政的强大势力，任用自己的弟弟芈戎、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和战神白起等人，将秦帝国进一步推向强大的巅峰。宣太后的一生虽然称得上传奇，但是其手段之狠辣，行动之果决，是多少男子都做不到的。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，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，品读经典人物，感悟别样人生。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大秦宣太后的故事。这个被封为芈八子的女人，虽然也是楚国贵族，但却不是公主，只是公主的陪嫁。因为如果她是正经的公主，就算嫁到秦国，她也不会只受封为八子。在秦汉的宫妃等级设置中，八子在8个等级中位列第5等，相当于侍妾，地位并不算太高。但是能嫁入秦宫，并且为秦王生下儿子，说明芈八子的运气很好。地位不高，生活较为边缘化的芈八子要成为太后，还要更好的运气和可以成为太后的机遇。秦武王嬴荡的意外身亡，给芈八子带来了机遇。历史中真实的芈八子为秦惠文王生了3个儿子，因为对芈叔的原型惠文后构成了一定的威胁，所以后来成为秦昭襄王的嬴稷被送到燕国去做质子。4年后，芈八子在弟弟魏冉的帮助下回到了秦国。回到秦国的芈月坐上了太后的宝座。这时，被剥夺了权力的惠文后联合公子壮、公子雍等人阴谋发动政变，不想阴谋泄露，杀伐果断的芈月把他们全部处死，并把秦武王的皇后魏国公主送回了魏国。一场政变很快就得到了平息。《芈月传》中作为宣太后初恋情人的黄歇，在真实的历史中与宣太后并没有交集。黄歇出生于公元前314年，宣太后的生卒年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儿子秦昭襄王的出生年份进行推算。嬴稷出生于公元前325年，黄歇比嬴稷小11岁，所以黄歇和芈八子之间根本不会产生恋情。义渠国作为秦国的大患，在宣太后当政之前，秦国历代君王都是采取征讨的国策，但是义渠国也相当强大，秦国不但没能灭掉义渠，反而在征讨义渠的过程中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耗损。在秦惠文王时期，齐、宋、韩、魏、赵5国联合讨伐秦国。秦惠文王担心义渠趁虚而入，就送给义渠君很多绣品和数以百计的美女。但是义渠君仍然趁火打劫，打败秦国。4年后，秦国休整完毕，对义渠开战，一举攻下义渠25座城池，义渠国的实力大大受损。但是秦国仍然没有实力灭掉义渠。秦武王元年，秦国再次攻打义渠，义渠再次失败，但实力并未受到太大损失。到了宣太后当政期间，一改原本对义渠的征讨国策，实行怀柔手段进行招抚。为了消磨义渠君的斗志，宣太后请义渠君与自己一同在甘泉宫居住，用美女珠宝腐蚀义渠君。在真实的历史中，义渠君应该比宣太后年轻。宣太后已经和秦惠文王生育过3个孩子，为什么义渠君会被徐娘半老的芈月成功收服呢？首先是因为宣太后生命力顽强，容貌比实际年龄年轻。其次，义渠君作为一个粗糙的草原汉子，心智也许并不是那么成熟，所以被心智极其成熟的宣太后迷惑也并不意外。也许义渠君答应与宣太后结婚，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上各取所需的较量。义渠君也许一开始的时候大大低估了宣太后，他甚至有可能觉得自己一旦和宣太后结婚，就可以渐渐掌握大秦的人口和土地了。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宣太后在和他的较量中赢了，而他自己却落得亡国丧身的下场。在结合了几十年之后，宣太后成功诱杀了义渠君，将义渠的土地和人民全部吞并。在与义渠君结合期间，宣太后还为他生下了2个儿子，最后连这2个孩子也被宣太后狠心杀死。对于宣太后出卖自己的色相诱杀义渠君这件事儿，历史上的评价很高。历史学家们认为宣太后为了秦国的大业，不计个人荣辱，能屈能伸，是值得称道的。但是作为一个母亲，就算再心狠手辣，也不能杀掉自己的儿子吧。即使她与义渠君之间没有丝毫感情，也不该这样狠心。何况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亲密接触几十年，不可能没有一点感情。
宣太后最后能下决心将义渠斩草除根，连后世传说亲手杀死自己女儿的武则天，相比于宣太后的手段都有些逊色了。无论如何，宣太后的隐忍与牺牲也换来了大秦的强盛。就是在宣太后执政的几十年间，秦国的国力飞速增长，获得了六国不能与之争衡的势力。所以，无论宣太后的手段如何狠辣，秦国的大臣们对她还是心服口服的。秦国始终带着一种彪悍的原始风貌，秦人不在乎什么贞洁，也不在乎他们的太后私生活如何，他们更在乎的始终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如何才能最大化。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如何才能赢。所以，宣太后出卖色相，引诱义渠王，在秦人的心中是一种大无私的行为，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上好行为。只要宣太后自己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他们也乐得不用通过战争就能收复义渠，进而吞并义渠。扫除了义渠这个心腹大患，他们也就可以一心一意对付六国了。本来，宣太后在秦国政坛上执政长达36年，树立了很强的权威，而且她的功绩也是秦国上下都有目共睹的。如果她一直掌权，光荣落幕也是一种好的结局。如果到了晚年，她可以放下自己对权力的欲望，帮助儿子顺利接管秦国，她的晚年就不会落寞凄凉。但是，权力就像鸦片，总是会上瘾的。宣太后尝到了太多权力带给她的甜头，也知道失去权力之后凄凉的结局。所以不到最后一刻，他绝不会放弃手中的权力。为此，他不惜与自己的儿子反目。宣太后任命魏冉为丞相，芈戎为华阳君，封自己的另外2个儿子公子亏、公子服为高陵君和荆阳君，4人被称为朝中4贵。他们与太后一起擅行专断，权势滔天，并且很不把昭襄王放在眼里。可是后来的昭襄王也不是当年那个被母亲扶持上位的懵懂少年了。秦昭襄王即位的时候是17岁，芈月专政36年，秦昭襄王夺回自己权力的时候已经53岁了。面对一个这么强势的母亲，昭襄王能夺回权力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也许他的大半辈子过得并不舒服，所以最后才痛下决心与母亲翻脸。从魏国逃难到秦国的范雎给了昭襄王一番醍醐灌顶的分析。之后，在范雎的帮助下，昭襄王成功驱除了朝中4贵，并且废除了宣太后。不过，这位作风开放的宣太后虽然政治生涯终结，感情生活可是一点也不空虚。昭襄王把宣太后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赶走了，但是还给太后留下了一个男宠魏丑夫。其实养男宠这件事儿，在宣太后这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为了向别国使臣说明利害，宣太后当政时还当众讲过黄段子。公元前299年，楚国与韩国发生了战争，韩国希望秦国出兵帮助自己，而宣太后虽然答应帮助韩国，但还想让韩国多给秦国一些好处，就对使者说，自己侍奉先王的时候，先王把大腿放在我身上，我感觉不能承受；把身子压在我身上，我反而不觉得有多重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先王把身子压在我身上的时候，他给了我更大的好处。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位宣太后太不知廉耻了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宣太后生活的时代和国家。那个时候的秦国还没有开化，在男女生活方面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禁忌。但也正是这个没有被礼仪和制度束缚的秦国，这个很野蛮的秦国，最终统一了天下。公元前265年，宣太后去世，葬于骊山。临终前，宣太后还想让情妇魏丑夫给自己陪葬，这可把魏丑夫吓坏了。他赶紧找到重臣雍瑞劝说宣太后。雍瑞说，宣太后如果带着魏丑夫到了地下，先王会震怒的。宣太后这才打消了念头。不得不说，宣太后实在是天生的政治动物。她为了永远解除秦国的后患，用30年的时间去谋划，又在一夕之间对枕边人义渠王痛下杀手。我们可以不喜欢宣太后，但也不能否认，也许只有这样的非常之人才能成就非常的功业。也许就像电视剧中展现的那样，宣太后就是在和秦惠文王一起生活的那段默默无闻的时光里，学到了很多厚黑的手段，并且练就了比男子更刚毅果决的性格，才有了后来的这一番作为。历史的真实远远没有电视剧中展现的那么美好，但尊重历史是现在很多编剧应有的态度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就请转发、点赞、加关注吧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